网上火的香香软软的糕点，吃吃。这包装，首先是馋了很久的心动女嘉宾黑巧冻肯抹茶冻肯，给大家贴一个图，它的配料表还是很干净的。Matcha flavor， 好浓郁的抹茶巧克力的味道，像是抹茶巧克力吃着好像我在小日子吃的那款。一整个苦醇不腻。这个是被我冻过了，皮跟内馅都已经分崩离析了。再试一下这个生巧的。生巧就有牙印，我就问你们爽不爽？但是我感觉前面的抹茶过于苦醇了，我喜欢吃这个巧克力，我感觉它的不苦，口感软糯丝滑，这跟生肯熔岩有什么区别？这是我解冻15分钟的效果，我都不敢想这个冷藏会有多好吃。哇，非常香，非常扎实，但它的口感又很顺滑绵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灵光一闪想出来的 CP， 这两个味道我觉得都挺好吃的，就看你喜欢是什么样的口味了。小金子更爱生巧。豆奶三明治，之前尝了他家的那个酱多多的，今天想试一下芋泥的。他家甜品我都觉得还蛮好吃的，料属于非常多的那一种。这确定是芋泥味吗？这芋泥味怎么长得这么狂野？哦，是的，它的芋泥扎在了紫米的旁边，存在感很低啊，非常低调啊，这位选手。真的就是外表看着很普通，内有乾坤。紫米被冷藏过后都变得冰冰凉凉了，有一种在吃冰粥的感觉，再带着它旁边这个芋泥内馅，有一种在吃固体的满记甜品似的。料真很多，这个芋泥还可以蛮清淡的，但我最爱的还是这个咸蛋黄，真的一下子就对味了。第一口下去，满足感爆棚。超多的酱，口感软糯扎实。我觉得对于爱吃酱多多的，这个简直就是天菜了。咸甜口没有纯甜口的腻味，料太足了，吃一个绝对会饱。买了护爷们爱吃的西雅午茶，它这包装处处透露着精致感，这网上的价格还挺划算的，算下来是40多块钱一盒。我之前买的那个香港的曲奇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，40、50。就是它的盖儿啊，有点难开，要是做了美甲的美眉们，你都很崩溃的。它这个黄油据说用的特别好，用的是爱许黄油，尝一下啊。太空泥土沙的质地很绵软，它的巧克力的味道甚至比我刚啃的那个冻肯熔岩还要浓郁。它真的是属于苦醇的，就我们一般吃的这种可可味的曲奇啊，或者可可味的饼干，它的可可味就是那种点到为止，能让你感觉到有一丝的可可香，但是不浓郁。这款真的是把可可味刻进了 DNA 的感觉，我现在舌头上都是那苦的味道。把它咽下之后，可可味还有一股黄油香，就直冲你的鼻腔。我觉得它是属于一款高级的曲奇饼干，确实很好吃。重度爱好者一定要试一下，这个我觉得搭配带冰的拿铁我非常绝。下一个是黄油蛋卷，这个是买给家里人吃的，也是这种独立包装，真的很久没有吃这种蛋卷类了哦。一袋是这样2根儿，这款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。它这个蛋卷是有颗粒感的，就类似那种椰丝啊、白砂糖的那种质地在你嘴巴里。香也蛮香的，甜度大概就2、3分的样子。在你咀嚼的过程中，它的蛋香就慢慢的释放出来了。这个比我们平时外面超市买的那个蛋卷还要浓郁，蛮偏那种港式的做法，家里的长辈应该会喜欢。忘记说价格了，2盒是19块9，大家觉得便宜还是贵？最后一个是我最近非常爱喝的牛奶。这个牛奶就很适合不爱喝纯牛奶的人，但是又想摄入点小营养，这个牛奶就非常的合适。它这一箱是有6瓶，小小的一瓶，还挺可爱的。然后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生牛乳80%，整个配料表真的还挺干净的，跟我之前推荐的那款草莓牛奶配料表几乎是一样的。我是不是要倒出来啊？哇，对味了，它的花香感真的很重，就喝到嘴巴里就是非常的有春天的气息，就万物复苏了那种感觉。而且它喝到嘴巴里挺像是伯牙结弦和青提的结合体，倒出来是这样子的啊。哈利路亚，好好喝！我最开始喝这种调汁，我会陷入到一个误区，就是我以为它会是像那种伊利优酸乳的那种口感，
偏酸甜，但它其实不是，它还是以牛奶为基底，它就是在牛奶的基础上多了一点花香感，再多了一点清甜的那种果味，花香、奶香、水果香，就这三者结合的真的很好，真的不比外面卖的18块钱、20块钱一杯的奶茶差。网上火的嘎嘣脆解馋零食，吃吃。首先是桃山甘蔗，这个是甘蔗中的爱马仕，这个还是挺贵的，但是它的价格没有前2年那么崩溃。就跟竹子一样，它这个皮，哇，好甜！它的果肉跟普通的甘蔗其实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带有那种纤维感，只是说桃山甘蔗它吃起来会更加清甜一些，它吃的不是那种齁甜的甘蔗，就像冷藏后的清甜冷冽的蜂蜜水似的，纯纯的在喝甜水，非常非常的 juicy。但是越靠近节的位置，它就越难啃。它是有纯果肉的，也有这种一节的。我买的是这种一节的，吃的话其实是纯果肉吃起来更爽一些。每次嘴动剥这个皮，我都觉得挺享受的。就一般的甘蔗，你吃完一个，你会觉得嘴巴有点痛，还有会觉得它太甜了，会齁甜那种。但是这个我感觉我能连啃的3、4根。咱就说又水了一期视频。菲律宾进口的香蕉脆片，配料表香蕉、红糖、椰子油、食用盐，就这4样东西。它有种在吃椰子脆片的感觉，这种薄脆薄脆的，还带有点硬度。还挺香啊，真的有一种椰子加上香蕉的结合，上面摸着会有一点点微微的颗粒，应该是食用盐。香蕉这个东西它本身就跟苹果一样很无聊，但它做成这种干之后好吃好多。它这口感跟平时的香蕉片真的不大一样，这个会轻薄很多，椰子脆片还没有香蕉臭臭的味道，包装跟我今日的 OOTD 好搭呀。下一个是他家的饼干，这每一个学生党都应该买过吧，就是我的私信已经不下20个学生党给我推荐这个饼干了，价格9.9块4大包。口感像是薯片加饼干一样，又薄又酥又脆，太脆了，完全不油腻。这个饼干给我一种什么感觉，就它长得很平平无奇，但是你吃了这么多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之后，你再回过头来吃它，它会给你一种像是家里面奶奶做的烧的那种家常菜一样，平淡且安心。你没有零食了，你吃它是完全不会出错的。总共4个味道，我最喜欢就是火爆鱿鱼，非常好吃。我很少会在一个饼干上能吃到这么重口的味道。我妈特别爱吃香葱鸡肉和黑松露的，然后喜欢吃奶味的可以试试她家那个海盐芝士。反正4个味道，每个味道都不踩雷，量也很多，配料表也干净。我的妈呀！5边形战士，这每个宿舍党都是一定要囤的。香芋脆片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期望花生那款，看这个样子好像还不错哦，真的就是原切的，就保留了它该有的花纹。这个口感真的就跟玻璃渣子似的，很犀利很锋利的口感，就你吃的时候得小心，不然它容易割破你。它这个虽然说切的非常薄吧，比我钱包还薄，但是你依稀还能感觉到香芋本身的那种清香，上面是撒了一点点的薄盐，就是这个薄盐呢，我肉眼都看不到，但你接触到舌尖那一瞬间，你还能感觉到一点点的那种盐的存在感。果然孩子们都需要靠口感来感知世界，它没有土豆味那么浓郁，就它是属于清淡，但是又不会觉得寡淡无味的那一种，很神奇很神奇，可能跟它的原材料有关。不能像我刚那么吃，这样你会把你的上颚顶破。有没有人懂它的？还有一个差点给它漏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大包，还免费试吃1包。哇，太香了，这嘴巴就跟泄了洪似的，无法保持干燥。它其实口感跟榨菜很像，只是说它会更加的嫩口一些。
就你吃到嘴巴里就没有那种纤维感，泡椒味儿也很够，因为它都是泡在汤汁里的。这个我觉得你空口吃或者说配粥啊也是很巴适的，就你第一口你不会觉得特别的辣，它的辣劲属于厚积薄发那种。刚开始吃最多就2份吧，后面吃差不多就个4份的样子。